不，起来，快起来，双海！不，5、6，这个世界要毁灭了。 7、8。OK， 没想到比赛竟然呈现这样一边倒的局面。陆光，你在哪儿？陆光，节点变了，就全完了。陆光，我不再逞能了。陆光，零8，裁判示意比赛继续。报价呢？报价！李成跃跃欲试，看来是想在这一回合就终结比赛。双海，你在干嘛呢？别在这待着，跑啊！躲车！啊！陆光，我再也不逞能了。报价！再不把我叫回去，世界就真的变了。陆光，你他妈表现的跟个傻瓜一样！我让你报价不是报的。走，别注意啊！走。看来双海还没有从刚才的重击中缓过来。 所以才想到用突破者的方式来拖延时间。现场的全民也对这一行为感到不满，在我的身后响起了一片嘘声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现在连报价都不会了？你就像个不会打的小学生啊！来，带上，跟个变了个人一样。清醒点啊！上！老师，又遇到挫折了。对，这次很严重。说来听听，什么把你难成这样？我被打晕，跟陈老师失联了。更严重的是，可能世界已经被改变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慌过。老师，我是不是能力真的很差？好了，我明白了。抬头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啊。昨天还是乌云密布，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一时的接天蔽日，再正常不过。就像厄运和训练，总是上半上升。我相信你行。你只要坚信自己，借助你那片小阴霾，很快就会烟消云散。还记得那8个字吗？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成事之道，就在其中。你醒了？东西呢？在这儿，没丢，我给你拿。这儿。哎，你别起来，你别乱动。陈老师。 师傅，等一下。到花园路英雄照相馆。哎，目前这几回合比赛，真的是我解说那么久以来最长的煎熬。我好像根本不是在解说什么拳赛，更像是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短跑，甚至为什么是这些呢？都是没有肢体接触的项目。确实，双海今天的状态不太对。 比赛进行到1/4了，但他今天完全不像打拳赛，更像是抱头鼠窜。
正常，像个拳手，不要像个怂蛋，像个拳手。快！陆光，陆光，你人呢？陆光，陆光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陆光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被 KO。只要海胜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只要把我叫回去，他就能逆转比赛。陆光，但我现在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知道他这一拳有多重吗？我快承受不了了，陆光，陆光。你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，陆光？你再不活着，世界就被改变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出来！陆光，陆光！怎么回事？啊！你再这样下去，裁判就要终止比赛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想不想赢？不想。我特别想赢。双海，我跟你说，你在这个擂台上的每一秒、每一次回旋，都是你坚强精神的延伸，是你奋斗的证明。痛苦只是短暂的，荣耀才能永存。是时候向全世界展示你不屈的意志了。我记住了，你是下山虎双海，我是双海，我是双海，我是双海。你给我去对面吃了他！我是双海。就准备好了，去吧。不是让你来看吧，但我要证明全世界，不行。抓的挺好啊，再打下去你也输。喂，喂，小脸，我是陆光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加班呢，怎么了？你到照相馆要多久啊？大概半个多小时吧。有事吗？那没事了。双海的采访稿这几个问题点你都不满意，咱们能找的切入点已经找的差不多了。莹姐，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采访稿啊？小玲姐，双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他那寥寥几拳根本没法对李维成造成威胁。看来他想进入决赛已经很难了，而李维成则随时可以以 KO 的方式结束比赛。加油，坚持，坚持住，双海，坚持！
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双海竟然有取胜的可能。哎呀，我说小石，这双海也不行啊！你看被打的。那我就说是不是？你懂什么呀？俩人拳风不一样，这个李维成就是喜欢进攻，喜欢近距离搏杀，但其实海神拳商才更高呢。他打的叫防守反击，那在赛场上抓机会是一流的，着什么急呀？你呀，就是纸上谈兵。我看这现场情况一直都是李维成占主动。我看你看的都是表面，海神一般都是这样的，前几回合那都是在试探对手，等他掌握了对方进攻节奏和防守漏洞的时候，那才是他爆发时刻呢。听到没有？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。废话，再说哥们儿也是练过2年4个月03天的拳击的，要不是胳膊太细怕疼，懒得跟你们这外行说，瞧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防。海神！这要是你看过这场比赛，你看过太多遍了。5、5、6、6、7、8。双海又站起来了，他没有认输，他不想认输，坚持，坚持。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虽然李维成的体力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比赛太一边倒了。唉，又堵上了，这要等多久啊？前面出车祸了。你追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追你的尾啊！我看追尾啊，谁追尾啊？师傅，咱们能换条路走吗？这前后都堵上了，我飞过去啊。对了，你说本来2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，怎么突然间李维成就招架不住了？双海怎么赢的呀？要不说你们外行就看热闹呢，里面其实大有门道。看似2个人有来有回，实则呢，双海的拳比李维成的重多了，他在消耗他的体力，体力没了，防守被打穿也就赢了。还是不明白。起来，我给你复盘一下。你现在是李维成，我是双海。右手后手重拳，然后双海就进行格挡，然后他摆拳的时候，摆拳，对，然后他再次左手勾拳，格挡，右手他想打到肋骨的时候，勾。你看，你干嘛呢？开汽车呢？你现在坐，一点感觉都没有跟你的，拿着，我给你无实物表演一下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栩栩如生。最后一回合，当时的情况是呢。李维成猛烈进攻，双海艰难防守。小石，这要是你看过这场比赛，你看过太多遍了。张老师，你看过这台比赛100遍了，知道怎么赢的。对，就这样。李维成进攻了，但是双海毫不退缩，守住这一回合。李维成不想用点数获胜，准备提前终结比赛。双海依旧在顽强防守，比赛随时可能结束。防守，坚持啊！
场的双海终于反击了。就这样继续比。最后阶段，胜负就在一念之间。陈老师，你再坚持一下。 知道什么叫拳拳到肉？让你知道什么叫拳拳到肉！恭喜双海！陆光，我赢了！陆光，我赢了！你来了！你刚才把我心脏病都给我吓着了！ 重量级冠军资格挑战赛半决赛已经结束，获胜的是双海！祝贺双海获得半决赛的胜利，最终的决赛将会和郑重进行最后的决胜。请问双海选手有什么想说的？ 我捍卫了历史，我捍卫了我的偶像，我拯救了全世界。说得好！今儿打成这样，还好意思给人签名儿？教练。
我这闹肚子，我得憋不住了，我这得去厕所。我费了这么大劲，这任务才刚刚开始。杂物间，杂物间，哪有杂物间？陆光，陆光，哎呦，我真回不去了。我这杂物间在哪儿呢，陆光？ 工作能力不行。哎呀，这个杂物间应该没人。来，两位，委屈一下吧，啊。阿正，琛哥啊，其实早就想认识你了。 琛哥，阿正啊，50万啊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当时琛哥借给你的时候，可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啊。这么多钱，多谢琛哥，来，我给你点上。凡事你来我往，我已经解了你的仇，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？嗨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会尽快还给您。 我郑重不是那种赖账的人。再说这一次决赛，我肯定赢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大盘都看好你赢，你知道吗？决赛如果你对上李维成，赔率是1比3，可现在决赛是你打双海，赔率都1赔6了，这么高的赔率，你万一输了，岂不是更好啊？ 别紧张，野猫而已。野猫为了生存会爬树，会翻垃圾桶。求生欲是动物的本能，人也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，琛哥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让你放水啦。哎呀，也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。 第4回合你放水输掉比赛，我们两清。水真够深的。我是个拳手，再说好不容易打到决赛，而且夺冠以后我有一笔奖金。你这个规模的比赛又是这个量级的，冠军才给多少钱？啊？ 你要打多少场，赢多少次冠军，才能还上琛哥借你的钱？阿正，现在琛哥一句话就价值50万呢。来，阿正，阿正，钱压奴婢手，你在矮檐下，就得低这个头。 前面的账一笔勾销，你不反悔，别到时候白我一刀。这个你放心，琛哥答应的事情不会反悔的啊。好，行，就这么定了啊。 出去，我啊跟琛哥再待会儿，省得让人怀疑啊。记住，是第4回合。
恭喜琛哥啊！现在给点上了吧？抽雪茄跟做生意一样，不要心急，是，要细细的嗅。这东西吸着臭，闻着才香。琛哥，高见。我们也走吧，事成之后啊，少不了你那份儿。说呢，走。我去，完了，这实锤了。不是你这为了50万，你至于吗？我怎么跟双海说这事情啊？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哥，你药还没找着呢。你是他哥？哥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事儿？找他聊聊。跟我哥聊啊？走，出去单独聊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动手动脚的，我哥还在这儿呢。有本事你跟我哥说。哎，没看我妹妹不想跟你们聊吗？出去！我双海说话没用是吧？嗯。你吓死我了！你一个拳手，你吓成这样，我都没那么害怕。哎，你看你这个脸啊，肿得跟猪头似的。嗨，我这是……哎，服了，真是！别动。哎，好了，刚刚谢谢你们。哎，客气什么呀？这都一家人了。哎，谢归谢，别在这儿跟我套近乎。你不是我妹妹吗？我是不是你妹妹，心里不清楚啊？哦，我刚打的脑有点懵。不是，你们刚才这是？我刚刚被追债呢，这不是碰见你了吗？谢谢你替我解围啊！啊，对了，总决赛好好比。啊。等，等一下。你干什么？我是故意的，我哎呦，闯祸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别碰！美女，今天的事情能不说出去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咱俩见面什么的，什么都别说出去，好吧？就看我帮你的份上。我又不是那种话多的人。啊。裂了。啊。真的服了我，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有这么一条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别管了，赶紧走好吗？快点。不是，也太难了，好不好啊？这完了吗？程小石，你真牛！陆光，你最好在那边出事了，不然我回去我弄死你！算。
哎呦，你不是真出事了吧？那天不是我怎么猜呀，陆光？陆光，陆光是你吗？陆光，小石，醒醒！小石，你是谁呀？哦，你好，我是小石的心理咨询师。那个，啊，你来干嘛呀？哦，我刚好路过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没事，就是睡着了。我叫了他半天都没醒，要不要叫救护车啊？我来照顾他就好，不管你有什么事儿，以后再说。哎，抱歉。你们怎么样啊？跟我说一声。拳打赢了，任务也做了，是甲醛。他收了50万，故意输给双海，我也没被发现。满意了吗？还有要问的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遭了不少罪吧？还行，没死。辛苦了。不客气。该你解释了。刚屋里进贼了，我推开门，就被一个棍子砸了头，就晕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，拼了命赶回来的。刚才我在里面还想呢，要是这次你还是对我的什么考验，我没有办法保证我出来之后不做一些出格的事儿。这真的只是一个意外。那还行吗？伤得重吗？我没事儿，在里面的时候没有什么意外吧？哎，倒是有一个，不知道算不算。我在杂物间的时候，有一个举牌女郎进来让我帮她躲债，我带她躲债来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应该不是什么重大节点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没什么了。说完了？你就没有点别的要说的？虽然说你受伤了，但我必须还是批评你2句。你知道刚才我在里面都经历什么了吗？无助、惶恐，先不说怕不怕世界毁灭，就说李维成，这至少他也是个职业选手，知道一拳有多重吗？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被我无情的 KO 了。我 KO 了他。嘿，也就是我吧，要是你这手无缚鸡之力进去之后，事业早毁灭了屁的了。不要感谢我，就是对拳击的这份热爱。咱就说前3回，再说最后一回吧。最后一回真的太惊险了，上来啊，他左手虚晃，其实右手重拳直取我2肋，我让他取吗？我一个轻松化解，反之我就反制他，一顿上勾拳、左勾拳，老石，开门！陆国，什么情况？在里边吗？陈老师，陆国，开门！他怎么来了？哦，对了，乔伦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我关机了。啊？那完了！上次我关机没接他电话，差点把电视砸了。啊？这怎么办啊？在干嘛？
你好。你谁啊？啊，我是小石心理咨询师。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，他在里面睡觉呢。啊？一直醒不来。常老师，实话实说呗。实话实说。你就说你没听见。我去开门，你把白板收起来。哦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快。干嘛？你们怎么？常老师呢？常老师，怎么回事？你在干嘛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刚睡醒。哎。你可真够能睡的。嗯，最近好像正长个呢。嗯。哎，何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刚好路过，就说顺便过来看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睡着了。哎，还想再来一觉，真困。那既然你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坐下。困。哎。怎么回事啊？一个打电话死也不接，一个打电话什么也不说，欲言又止，在干嘛呀？睡觉呢嘛，没听见你电话呀？不是你睡，他头怎么回事啊？都流血了，你俩不会在屋里打架了吧？我们俩才不打架呢，是吧？哎，谁正经人打架？他是因为……乔玲姐，刚照相馆里面进贼了，我这出去的时候被打晕送进医院了。进贼了？丢什么了？这是肉眼可见的嘛。丢脸了？别给我扯偏！这屋里发生这么大事，都进贼了，他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一直在屋里睡觉，你什么都没听见？我睡觉香啊，可香了，睡的。进贼为什么不报警啊？都说了被打晕了，怎么报警啊？然后呢？反正现在我没事儿。贼呢？跑了。我捋一下啊。这个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说你被贼打晕了，然后你自己去了医院，你又自己跑回来了，然后贼什么都没偷，他还自己顺利的跑掉了，他在屋里睡觉，他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是当我傻吗？那你当你啥呀？干嘛呀？我们什么事儿没有？你在这断案呢？压的神探啊，嘎嘎嘎的，吵死了！你赶紧回去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还赶上过人晨练呢。对，反正东西我都拿回来了，他们跑的也不是很顺利。行，明白了。喂，110，报警！啊！